哈尼哈塞哦，大家好，我是尼路。2022年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10款本年度的大作。如果你有哪一款没有玩到，或者是还在考虑要不要下手的话，那这一集应该会对你很有帮助哦。垂死之光2作为2022年的首发先锋，小小失望。其实，在发售前就有闻到一点点味道了，就是光看预告片可以看得出来会有极大量的 bug， 结果更惨，甚至还有遇到坏档的状况发生。那它是一款主打僵尸末世题材的生存游戏，所以正常来说，怪物的变化就是那个样子啊，力量型的大佬 BOSS， 狡猾型的小偷类型，各式各样的僵尸变体，但是始终脱离不了 L4D2 的那种架构。没办法，如果设计的太过特殊的话，就很容易偏离原本写实的世界观，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这方面的设计非常的限缩。于是制作团队就把成本投资在游戏性的部分，像是潜行、投掷爆裂物、正面硬刚、卑鄙的滑铲把人踢下楼，加上很丝滑的跑酷动作呢，游戏也就没有那么无聊了。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玩法都摸过一轮以后，就会剩下满满的作业感，主要还是源自敌人的强度问题。不管是人类、僵尸，他们的 AI 都非常低下，即便武器种类跟打法的花样很多，也因为怪物这么不堪一击的关系，这个特色在游戏的中后期就会体现不出它的差异。反正你一枪就ban掉嘛，踹下楼他就死掉了。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花费的心思就只剩下剧情了。每个角色的独特性都很高，可惜的是主角本身的设计非常无聊，套路式的复仇，再加上剧本的配置被拆得很稀碎，再加上剧情的分支，不管你做啥影响都极小。即便你在支线上把主线那些迫于无奈一起战斗的敌对帮派给全清了，他们老大最多也就追你一个2句，所以总体玩下来，有朋友的话就还行吧，及格边缘。喜欢跑酷元素的玩家可以等特价的时候再来购入。地平线西部禁域，这游戏一直以来都有个问题，就是女主角的五官不怎么上相。我知道用这个点去评论一款游戏很不妥，但这确实就是大多数玩家的心声。除此之外，还有她的鲁莽大头症的个性也为人诟病。游戏初期不断抱怨队友，认为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巴拉巴拉巴拉的，一直到中后期才慢慢改善。所以前期游玩的感受就给人不是很好的印象，加上又跟艾尔登法环撞齐，这一代的销量就比较惨淡一点。但讲一句实在话，它是不是好游戏？它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好游戏，画面每一帧都很精美，随便截图一张都可以当你的电脑桌布。游戏性的丰富度也是非常足够，战斗继承了跟1代一样的系统，怪物身上每一个可拆卸的机甲都有独立的血量，这也让玩家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应对，像是爆炸剑、穿甲剑、电击陷阱等等，利用这些装备来对抗不同装甲特性的敌人。除此之外，这代跟前作不同的点是多了很多武器的战术招式、上 buff 的大技，技能数也直接分成了6支来让玩家选择要走的路线，而这些技能点可以靠支线的任务奖励去解锁，还能顺便协助玩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整体的世界观。因为主线之外的分支呢，剧情含量也是非常丰富。动作的部分还新增了钩索跟滑翔伞，探索部分也可以利用骇客技术把鸟当成飞机以外，又多了地下、水下世界可以游玩，海陆空全包了，还送你一个地理世界。这样要提有什么缺点的话，就只有文本的部分了。对于不喜欢阅读的玩家来说，算是很扣分，因为它的对话爆干多，而且没有玩1代的话，可能部分的剧情会看不太懂。如果你有 PS 平台可以游玩的话，那这款游戏还蛮值得买的。但是如果你只有 PC 的话，那就再等等吧。我不会为了这款游戏特地去买家用的游戏主机。然后是我们的年度冠军《艾尔登法环》。身为一个近10年的老魂粉啊，不得不说，这游戏在大多数玩家的心目中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玩的游戏，但会是人生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少数几款好游戏。虽然在魂系列之中，它的难度排行最低，也对新手最友善，原因是多了一个超强的骨灰系统来协助玩家打 BOSS。有时候这些小帮手呢，可能甚至可以跟网单挑。但是即便如此，它的虐人程度对多数玩家来说还是太高了。战斗的部分是够多样化，像是祷告、法术、战徽、附魔系，因为敌人的 AI 包含小怪，没有一个不是到恶心人的程度，所以有趣的点不只是前期各式各样的逃课方法，也有后期找出特别的装备组合来虐待 BOSS。再回头看看垂死之光，法环真的是少数几款可以玩多周目都不会感到厌烦的游戏，更何况它还有多结局。这次的开放世界也让玩家能够彻底贯彻魂系的一句经典名言啊，打不赢可以不打，音高没有逼你。你可以直接跑到后期的区域捡取神装、骨灰来降低你的游戏难度，所以光是这个自由度，游戏性的评价就可以给到接近满分。小扣分的点还是在于大多数的玩家不是老魂粉，不看攻略的话，是开场就会被大树守卫打到弃坑。所以为什么这款游戏会这么的成功呢？其实某一方面还是疫情帮助了它一大把，大家都不出门，都关在家里打游戏，玩的人多，社群讨论度就高，老手教新手一些魂的基本概念，再加上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有
非常多的创作者来出攻略影片，所以卡关的人、弃坑的人自然就减少了。音乐的部分，不要骂我啊，我就是以个人的角度来叙述一下。其实我很想给不及格，因为除了主题曲以外啊，我对任何一首 BGM 都没有印象，这就很颠覆魂系的传统史诗音乐，蛮可惜的啊，真的是蛮可惜的。故事内容的部分我就给满分，只是叙述的方式也只能算是及格边缘吧。毕竟它的剧情有50%甚至更多都需要透过道具、大量支线的描述才能拼凑了出来。我个人是很热爱这种一步步去挖掘体验啊，但是如果讨论度不高，社群媒体不是那么广泛的话，你搞不好打了3-5遍都还不知道剧情到底在讲什么。总体评价是抖 M 必玩款，但不适合速食玩家、休闲玩家，因为不光是探索要素贼多啊，你还要细细的咀嚼里面的文本，才能把这个残破不堪的历史给拼凑起来。题外话，其实这个频道也算是艾尔登起家的，所以很多流派我都试过。可惜的是当初没有碰到这支 GameNear 幻兽无线摇杆，支援多平台游玩、陀螺仪、自动连发、5段震度。重点就是这个，能想象把女武神撸在墙上，一起享受震动的感觉吗？这个摇杆带来的冲击感真的是完美的还原了主教冲锋的力道啊，真的是太舒服啦！还会分了5段震度，在各种的武器体验上也会有不同的感受。除此之外，也支援 Switch 的远端唤醒、Amiibo 扫描，又能跟手机联动，一杆多用 ，CP 值高到不行。握把还加强了抗旱防磨的设计，长时间游玩一点都不油腻。电玩酒吧又独家赠送了18个月的手把漂移保固，对我这种长期习惯性暴力推蘑菇头的玩家真的是一大福音啊！除此之外，满额又能享受游戏图书馆免费借玩游戏的福利，真的是太扯啦！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佛的摇杆。这次的款式刚好又搭上了我们等等会介绍到的宝可梦珠子配色，真的很美啊！我个人就特别爱这支白色款的，送礼自用2相宜。现在还等什么？赶快点选下方的链接，把 GameNear 幻兽带回家吧！真的是太神啦！接下来，巴比伦的陨落这款不挂 VPN 是找不到的哦。上市2个月，线上人数挂蛋。2023年的2月23号也将停止营运，即便它跟自家的 IP 尼尔自动人形联动都挽救不回来。首先是它的战斗，游戏很创新的是，你可以一口气装配4种武器来打出各式各样的白金连击，特效做的是不错，但打击感极差，各式各样的前后摇延迟，再加上没有教学，导致99%的玩家都是一阵乱按。出乎意料的是，即便如此，关卡还是很容易给玩家最高的评价。相庭的游戏模式也是设计的了无新意，全都是从起点一路推到终点，平衡性也做得很差。单人游玩打个王可能都要打个20到30分钟不等。游戏的整体画面还很特别，3D 贴图采用他们主推的480p 油画风格，全都糊在一起，根本看不懂在干嘛。尤其是大量的 PPT 过场动画，还要加上偷懒省成本的重复角色语音。讲到这里，连装备都有自家的其他款游戏来微服修改就直接丢进来的。故事方面也很糟糕，主线是很老套的外星人入侵、推怪物塔、拯救世界，角色刻画可以说是没有。对话上还有极大量不明所以的专有名词，搞得好像玩家本来就应该有他们世界观的基本概念。所以总体评分是低于0分。海外的游戏商现在也都是免费在送，国内的实体店面还是有在卖一些光碟片啊，所以千万小心不要踩坑。接下来是异域神剑，不是。异度神剑3，没玩过前作的话，能不能玩3代呢？可以，故事是分开的，最多就是一些很小的彩蛋，看不太懂。那为什么开头会说异域呢？因为这代开心的元素极少，剧情上还贼多，整体的世界观也很黑暗，而且角色的刻画戏份真的不少，会是你一不小心就会投入感情的程度。这时候直接来个剧情杀啊，心态全都没啦。主角群一共有6名角色，都需要培养。支线解锁的职业有高达20几种，还可以利用转职系统来将不同的技能组合在一起，再产生出额外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超大量的装备构筑要素。战斗的系统就设计的比较奇怪，是站桩的回合制度游戏。操控角色走到特定的点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平 A 放技能，最多就是新增一个衔尾蛇融合系统，可以让队伍中的2个角色结合。队伍的构筑多样性是真的多到靠北啦，缺点也是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技能融合的关系，每一个种类装备的文本都要详细看过，非常麻烦。所以这款游戏的评价很难给，不管是游戏性还是剧情向，锁定的客群都是极少数的一群玩家。要说它做的不好吗？也没有做的不好，毕竟它在团队 build 上啊是很少游戏可以做到的程度。如果你是喜欢策略回合制又可以进行角色养成的玩家的话，那这款游戏很值得买。
然后是 Golden Knight 高谭骑士，这款就是有点异域神剑混上巴比伦的感觉，是一款可以培养多名角色的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背景建立在蝙蝠侠死后的次世代英雄故事，剧情还行，不错，重大事件的分镜、史诗感也都有烘托出来。每一位的英雄性格也够丰富，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奇怪的是，明明有着英雄的人设，打斗的动作模组却相当不流畅，看得出来是想效仿漫威制作人的丝滑感，结果却在动作的顿点上拿捏得极为尴尬，导致在连击为游戏主轴的战斗系统上总有种莫名的不舒服。敌人的 AI 也不太懂得反击，最多就是放个技能挣脱你的 combo， 然后又上前被你暴打一顿。装备的 build 上很像是硬加上去的，不管你安插了多少额外刷宝系统掉出来的东西，都只有数值上的变化。虽然有属性上的不同，但这个平衡可以堪称没有，全部都塞数值最高的就对了。要解锁像是滑翔翼、特殊技能，还要跑很麻烦的任务，而且这些功能不是共通的，是每个角色都要重跑一轮。玩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很想直接删游戏，浪费我的时间。开放世界地图设计上，可能也是为了摆脱 DC 很黑暗这个代名词吧。街景相比旧作就缤纷了许多，但是做得不好。一是气氛的渲染非常平庸，看不出主题性；二是整座城市弄得像死城一样，没什么行人。游戏的最大优点其实是室内的场景啊，打光很用心，细节够多，甚至还有给老粉们的小彩蛋。还有就是角色的战衣差异性够大，可以做客制化的调整，这点我就很满意，毕竟有妹子。不过相比多年前的蝙蝠侠游戏啊，真的是老话一句，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次世代英雄要出头，不多费点心思在游戏性上面的话，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多做点蝙蝠侠这个 IP 就好了。总体评价是还行，老粉可以玩，新粉不建议。再来是贝欧尼塔3这一系列，我单独做过一支影片来介绍，有兴趣的话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栏。那没碰过前作的话，能不能玩呢？可以，基本上没什么关联。对一二代有点简单的认识的话，彩蛋都是能看得懂的。战斗是主打跟魔兽共同作战的联机系统，有详细的教学练习场，所以不会让玩家一通乱按。装备跟魔兽的选用上也高达10几20种，所以丰富性很足。不过缺点不少，像是摄影机在战斗时的缩放会让玩家找不到本体在哪里，还有光害非常严重，容易引发眩晕的问题。剧情的评价也蛮两极的，一是挖了很多坑没填，让人看得有点没头有尾的感觉；二是替女儿的续作《贝欧尼塔4》铺陈太过明显，导致这代的主角特色、性感表现上都不是那么优秀，再加上女儿的外貌、人设。战斗系统又非常不讨喜，还没有遗传到老妈的各种特征。如果不是看在贝姐的面子上啊，不知道会被玩家喷得多惨。那差评的部分这么多，却又怎么收获大量玩家的好评呢？在各大章节混入的多样性玩法，例如弹幕射击、横向卷轴冒险，甚至是音乐游戏，都是突如其来的展开，惊喜感很高，重复性还极低，不会有尼尔玩到后期会有那种少量的作业感。再加上这代工作室也真的是疯了，很多你想不到的版权类型彩蛋也是大辣辣的全部都加了进去。那刚刚讲到音乐游戏嘛，这代的配乐也是我玩游戏20年下来最惊艳的，史诗感、爵士乐都无比优秀。另外有玩过2代的话，会知道贝欧尼塔系列的填坑能力超级浮夸，所以前面讲到的坑反而让老粉们会去期待4代的发展，怕的就是女儿维欧拉的演变可能会不尽人意了。总体评价是必玩，有 NS 主机的话必玩，不过强度没有到像宝可梦或者是萨尔达那种为了游戏去买主机的程度。然后时间越来越近哦，再来是战神诸神黄昏，哇，这个也是不好介绍，毕竟我是魂系玩家嘛。它是一款动作冒险解谜游戏，再强调一次，解谜游戏。战斗的难度上，我觉得算是很简单啊，除了小怪到后期有点硬，要多砍几下以外，基本上就是顺顺的朝着主线推进。系统上着重的点还是在于爽感，不管是主武器冰霜斧子，还是火焰属性的混沌双刃，就连盾牌都有极高的打击感，同时也有额外的技能可以学习。装备的培养其实一直都不是这个游戏的重点啊，挑你喜欢的往上升就可以了。所以这块的 UI 也就因此简化了许多，不会让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处决模式是不啰嗦的一镜到底，丝毫不影响游戏的节奏。讲到这个，连剧情的动画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非常厉害。战斗中不会因为王的血量见底而给你一个黑幕之后开始跑动画，而是直接跟敌人进行互动对白。要说这是在玩游戏，还不如说是在看电影。这般流畅的设计下来呢，作业感就变得极低。
解谜的部分甚至做得比战斗系统还要好。随着剧情的推进，需要思考的方式也会有大幅的变化。当你卡关的时候，儿子又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来给玩家们提示。其实 NPC 也会根据你的行动来小小吐槽一下，没有传统游戏的提示窗让人从电影又跳回在玩游戏的感觉，反倒变成打破第四面墙，让角色直接跟玩家对话。剧本方面的话也很两极，有些人认为关键人物跟主角的深仇大恨，为了公干奥丁就可以轻易放下，变得很是单薄。但说实话，认真看完一段又一段的剧情，就会觉得还算合理。这就牵扯到每个角色在不同时期，因为跟奎爷父子的接触而造成的心境转变，不是一时半刻说翻脸就翻过来的。更别提一些比较小的配角，戏份也是相当的足，相当的深刻，看的是我都哭了好几遍。题外话，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填补神话历史上的坑，相当有意思。以上这些都是在解说上比较容易偏颇、体会不到的部分。总体评价是必玩，是一款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上手的好游戏，而且也是你入坑 PS 平台的一个好契机。宝可梦珠子这个也很难评可以分为2个面向，老粉跟新粉。毕竟 bug 跟卡顿的问题真的是太严重了，比前面讲到的几款游戏都还要夸张。新粉普遍认为这跟过去的游戏没什么两样，就是抓宝打架，多了一个跟极具化类似的系统，就是给予属性变化的钛金化。很潮很闪，但是没有 Mega 进化的帅。但老粉其实就不这样看了。首先，宝可梦一直以来都有个问题，就是刚推出的时候热度高到爆表，1个月内就降下来的差不多了，所以大部分都没有注意到这款超级着重于培养策略的战斗系统做的是非常优秀，几乎就只有老玩家体会得到，而新玩家永远都没有接触到这一块。里面不只是体质、招式、佩戴道具，线上 PVP 还要考虑6选3的组合，其实变化是真的可以吊打一大堆的策略游戏。那这代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啊，就是在初期就把机车发给你了，加速玩家的探索。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毕竟就跟开挂一样，到处飞嘛，没了难度，没了惊喜感。但后来想想不对啊，宝可梦版就是一个可以靠刷的推剧情就能轻松前进的游戏。那加速了游戏进程呢，反而让老玩家可以更快速的培养新世代的战斗组合，借此增加自媒体的曝光度，来让更多的玩家认识到对战的有趣。这代的钛进化在老粉眼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啊，你可以回头看一下以前的 Mega 进化。那些不能超进化的宝可梦是不是大多都比较可怜，选用率偏低？而这个坑根本就填不起来，钛进化倒是没有这个问题，属性变化还让玩家有更多样的策略选择。至于跟朋友的线上连线功能呢，除了团战跟限时挑战赛以外，我完全不懂这个设计是干嘛。因为日常的连线抓宝会互抢，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不是想害人吵架。战斗以外呢，这代几乎所有的宝可梦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反应，细节上是真的很足啊。只是很多玩家都把重点放在抓宝、战斗，没有体会到日常的部分。不过讲了这么多啊，前面的 bug 掉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游戏的钱是要浓的。只要你想要培育出专属的宝可梦，去打战斗塔刷钱就是必经之路。好在的是难度不高啦，照着攻略去搞一只专门的宝，再配上前面提到的那个自带连发的功能手把，挂机自动按 A 刷到你睡醒，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钱的问题。总体评价是老粉策略爱好者必玩，新手的话可以尝试看看。最后一款就是 The Callisto Protocol 啊，绝命异次元的精神续作。还有今年的收尾真的是糟透了，它是一款主打惊悚的科幻恐怖游戏。可惜的是 ，Steam 上架当天，因为优化、字幕、语音的问题，评价喷到大多负评。虽然过不到2天，官方就有释出修正补丁，但依旧没有办法挽回玩家失望的心啊。游戏本身的节奏很缓慢，目的是为了给玩家沉浸式的恐惧感。相较于前作，这是在前期不到1个小时，就会直接给玩家一个相当强力的基础武器——电击棍。虽然需要依赖闪避，但系统上只要预先按好左右方向键，就可以轻松躲开。进度上还很快的取得手枪，因为怪物爆头是不会死的，所以都是公式化的射击腿部，或者是随着棍棒的击倒再补上2脚处决。原本需要提心吊胆的玩家们，迅速变成了战神的火爆战斗人员。回头看一下，我们是送货人员，不是军人这个反应能力跟战斗能力好像也不是很合理吧？
好，没关系，至少我们的格斗系统已经建立了下来。本来以为这样加速游戏的进度会很快的可以体验到 BOSS 战，结果就是打了5-6个小时，一路作业感很重的清掉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小怪。Jump scare 的要素也不是很致命，同样也是重复性贼高，导致最大的特色死亡动画难以触发。那为了避免玩家的烦躁感逐渐上升，游戏里面甚至还有一个自动回避 QT 的选项可以打开，就连闪避都有简易模式。他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不就代表他知道这游戏的缺点在哪里吗？那他应该是把这些缺点做改善，而不是直接做一个作弊模式给玩家使用啊。装备的部分也超级可惜的，枪支基本上就是3种：手枪、散弹、步枪，用起来也没有重力控制的方便。没错，后期连打架都懒了，全部都是直接把怪拉起来当垃圾往地图外面丢，大不了就多带几颗电池帮它充电而已。剧情的部分就还行吧，该有的角色塑造、各自立场还是有的，就是不怎么严谨。游戏的总体评价不到不能玩，但不会主动去买，除非特价到5折以下，不然就可以不用考虑。好了，以上就是2022年的总体回顾，不知不觉也讲了超过20分钟了。如果你觉得哪里说的不对，或是有什么想补充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到啦。如果你的口袋名单没有在这一集里面，也欢迎在底下跟大家讨论是不是要入坑。那么我是尼禄，感谢 Game Near 爸爸的赞助播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